別再被功夫電影騙。在古代，如果有人敢像現代搏擊運動員那樣去訓練，他大概率還沒跟人交手，就先把自己給餓死。今天我會用最接地氣的邏輯，撕開傳統武術和現代搏擊最底層的生存。看完你就會明白，為什麼古人明知道直擺鈎更好用，卻偏偏發明了那些看似花哨的套路招式。這真不是古人想不到，而是殘酷的生理限制。其實現代搏擊之所以厲害，根本不是因為招式有什麼秘密，直拳、摆拳、勾拳這些動作古人早完勝了。真正的差距在於訓練體系。現代搏擊極度依賴力量、體能、抗擊打和高頻實戰。但你有沒有想過，這種高強度訓練最燒的是什麼？答案很簡單，蛋白質，也就是肉。練過健身的都知道，不補充足量的蛋白質，肌肉根本長不出來，出拳更沒有殺傷力。但在古代，普通人常年連飯都吃不飽，逢年過節才能吃上一頓肉。在這種極度缺肉的情況下，如果還去拼命訓練，不僅長不出肌肉，反而會嚴重透支身體。但真正關鍵的生存密碼還在後面。古人常說窮文富武，在古代天天能吃肉的家庭非富即貴，出門保鏢成群，他們根本没有動力去親自練武受罪。這就導致了極度尷尬的局面，窮人沒有條件練，富人沒有。在交通不便、缺少實戰交流的情況下，古人唯一能選擇的生存方案就是套路。在有限的體能下，一邊種地，一邊把招式連成套路。這個肌肉記憶在當時就已經是性價比最高的，而我們能普遍吃飽飯，也不過是最近40年的事情。所以別再盲信絕世神功，現代搏擊的強大完全是現代工業充沛營養和科學訓練支撐起來的。現在你可以立刻做一件事，那就是去吃頓好的，好好享受這個古代武林高手做夢